的卡里明明有10个亿，但你却开心不起来，只因系统规定你在24小时内必须花光10个亿，否则就要嘎掉你的腰子。你双手颤抖地摸出手机，仔细确认显示的余额为11.05块5，于是你立马就直奔海湾别墅区。结果刚下车就听到一个保安对你嚷嚷：“这里是富人区，没有邀请不得入内。”你也不废话，直接对他吐出5个字：“我要买别墅。”保安十分鄙视地看向你，就你这穷酸样还想买别墅？我1个月工资2300块都不敢这么想。我不想跟你废话耽搁时间，因为你在耽搁我花钱，这让我很不爽。此话一出，保安瞬间愣在原地，只听过耽搁赚钱的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耽搁花钱的。不等保安爆发，你一把将他拽了过来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数一数到底是几个零。保安冷冷一笑：“小子，你差点就把我给唬住了，你咋不弄一个到账500亿呢？看你这一身乞丐装扮，以为抱着一条华子搞一条假短信，自己就是亿万富豪了。你当时就愣了，没想到这保安是真的唬。”就在你和保安对峙时，一辆豪车飞驰而来，停在了大门口。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这不是胡鑫吗？”你猛地回头看向车内，这不就是把你骗得一干二净的绿茶女友吗？看到他，你顿时怒火冲天，但随即想起自己现在有10个亿，就冷静了一些。真的是你，你居然乞讨到海湾别墅去来了？我是来这里买别墅的，可不是乞讨。王英红笑喷了：“你再说一遍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没听清楚。”军哥，你听到了吗？我这个废物前男友，他居然说他是来买别墅的。开车的小年轻不屑一笑道：“巧了，我们也是来买别墅的。既然你说你也是来买别墅的，那快上车，我们一起去买别墅吧。”最后3个字故意一字一顿，你正愁还拿这个保安没办法，于是你爽快的上了车。胡鑫，你还真敢上车呀，也不怕弄脏了我男友的新车。宝贝，没关系，一会看他怎么买别墅。李从军一副等着看我笑话的样子，这车还不错，应该要1000把万吧。此话一出，李从军眉头一皱，感觉这是在嘲讽打击他，毕竟这车才100多万，你别管我这车多少钱，反正你买不起，也对1000把万的车我真看不上。前女友再次笑喷：“胡鑫，你吹牛的本事我以前怎么不知道？”你眯着眼睛说道：“你当然不知道，你接近我不就是贪图我的身子吗？”听到此话，李从军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，看向王应红大声问道：“你不是告诉我你还是完璧之身吗？”军哥，我没骗你，我虽然和胡鑫在一起快2年了，但他真的没碰过我。胡鑫，你别再胡说八道。对，我和王应红在一起接近2年，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。胡鑫，你这就是在报复我是不是？你赶紧给我滚下去！王应红都要气疯了。接盘侠，你家宝贝生气了，那我就下车了。你说完，打开车门，潇洒的走下车去。听到接盘侠3个字，李从军怒火冲天：“你也给我滚下去！赶紧的！连胡鑫这样的穷鬼都当了你2年的对象，你当老子是收破烂的吗？”此时的我已来到售楼部，大步走了进去。一个女销售迎了过来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是要买别墅吗？最贵的给我来1套。”不等美女销售说完，你拿出银行卡递过去：“先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”美女销售头一次遇到这种客户，有些没反应过来。现场还有几个客人以及几个销售都同时看向了你。我这人买东西就是没耐心，想买什么你给我想要的，我付钱就行。既然要装杯，那就要装的爽快一点。刚进来的李从军和绿茶前女友听到此话都愣住，这特么的装杯也太直接了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最贵的别墅还剩下2号别墅，价值8亿8千万，你确定要购买吗？什么？最贵的还不到10个亿？你是瞧不起我吗？你极为不满的语气问道。绿茶前女友抓住了机会大笑起来，见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你，绿茶前女友恶狠狠指着你道：“他是我前男友，因为他太穷，分手后他受不了刺激，所以要来海湾别墅去购买别墅。现在的他怕是1000块都拿不出来。”你不想搭理他，就拿别墅刷卡，别耽搁我花钱的时间。你催促道。所有人再次一愣，这家伙如此的认真，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，只是这也太拽了。别耽搁他花钱这个词他都敢说，赶紧操作，我真的很急着去花钱。我催促道。这话让现场所有人都听不下去了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装的人。很快付款提示音响起，听到这道提示音，全场震惊，都下意识地看向了那个销售。那个销售也是震惊的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自己才来上班就遇到了如此豪横的客户。李从军，轮到你了。你轻描淡写的说道。他尴尬一笑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太奶家的猪要生崽，下次再来购买吧。说完就灰溜溜的转身跑了。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别墅？有的话我就买了，毕竟我的目标是花完这10个亿。销售差点都哭出来了，我说的轻描淡写，听的人却感到了恐怖。此时的绿茶前女友陡然挽着你的胳膊道：“鑫哥，我其实知道你就是隐藏的富二代，我之前说分手都是故意刺激你的，你看看我的刺激还是有作用的，才这么2天你就暴露了。”听到此话，你倒吸一口凉气，我真没想到你脸上粉刷的腻子到底有几多。哥对你不感兴趣，你一把将他狠狠地推开，转身面向女销售说道：“美女，我刚问你什么来着？”销售反应过来，赶忙道：“先生，你说有没有一套便宜的别墅？8号别墅价值1.2个亿，您确定要购买的话，给您打个折卖给你。”销售激动地问道：“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卡在你的手里还不赶紧的？先生，你稍等，我这就给你准备资料。”没一会儿，那道天籁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销售欣喜若狂，就在他要去准备合同的时候，一个美女经理走了过来：“先生，我是海湾别墅区售房部的经理张雪，由于您的销售金额上亿，我亲自来给您服务。”张雪说完还故意整理了一下衣领，你下意识地看过去，白花花的实在是美丽。听到这话，给你服务的这个销售瞬间面色苍白，很不甘心，毕竟这上亿的交易额，按照提成额度也不少。你微微一笑：“不用劳烦经理你了，就让他给我服务吧。”胡先生，他是新来的实习销售，很多程序都不懂，还是我来给您服务吧。张雪狠狠地瞪了一眼刘一星，说道。面对经理的威胁，他不得不妥协，不然经理随便找个理由把他开除，这笔提成他依旧得不到。我再说一遍，就你给我服务，不然就给我退款，这别墅我不买了。还有我来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来接待我？现在我消费了就冒
冒出来了，当老子是什么？这话使得张雪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也是怒上心头，冷冷一笑，一个暴发户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富豪了。有本事你就再买几栋别墅试一试。你笑了，但没有理会张雪，朝刘一星道：“赶紧去给我准备别墅合同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，你不给我服务，这别墅我就不买了。”刘一星心中感动，好的，胡先生，我这就去给您准备2套别墅的合同，您稍等。差不多半个时辰，刘一星小跑过来，胡先生，合同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只需要签字，别墅就是您的了，你赶紧签字。此时系统声音响起：24小时内成功消费10个亿，获得强化点大礼包。新的任务：1天内消费20亿元，任务失败嘎掉2腰子，任务完成奖励强化点大礼包。你怎么也没想到，这花钱的任务是完成一个又来一个，并且一个比一个金额高。此时的刘一星见你一会激动一会傻笑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胡先生，需要我们送你去别墅吗？不用，你这里还有多少套别墅没有卖出去？你算一下大概多少钱？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全买了。”什么？此刻在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都惊掉了下巴，他们还怀疑你是为了装才来消费，现在他们真的是被吓到了。胡先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刘一星感觉血压飙升，有些承受不了。刘一星姑娘，我再次慎重地告诉你，不要再怀疑我的消费水平，更不要耽搁我花钱，不然我真的会生气。胡先生，我们还有很多别墅没卖的。刘一星说话都结巴了，我不管你还有多少，你赶紧去给我算一下。刘一星的心跳跳得飞快，感觉像是在做梦，非常的不真实。别愣着，赶紧给他刷卡。张雪大声说道，她不相信这个胡星真的还能拿出10个亿，就算拿得出来，只要不是傻子，也不可能一下子购买那么多别墅。好，胡先生你稍等。刘一星当场操作，速度去给你调配好你要的别墅，记住别耽搁我宝贵的时间，耽搁我花钱就是我的仇人。星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只要和好，我以后就是您的人了。王映红激动无比的说道，抱歉，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，你看看这里的哪一个不比你漂亮？我要是追求他们，他们会不答应吗？胡先生，我叫陈岩，我还没谈过对象呢。胡先生，我叫杨毅，我从大学毕业，连男孩子的手都没有牵过。此时7、8个销售围了过来，个个卖弄风姿极为诱人。王映红看到这一幕，更是面色惨白，毫无血色。胡星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知道你想得到我，你跟我走，我现在就让你得到。王映红发疯了一样拽着你就要走，然后你狠狠地将他推开。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对我爱理不理；我不爱你了，你又想以身相许，你怎么这么犯贱？胡先生，我们贵宾室谈谈吧。销售经理张雪走过来，放低姿态说道，你本想直接拒绝，但想一想，谈谈就谈谈呗，自己又不会损失什么。你跟着张雪走向贵宾室，走进去之后，张雪就反锁了房门，然后拉下窗帘，你看的是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，张雪野蛮地将你扑倒在沙发上。1个半时辰后，你猛地将他推开，冷淡的道，海湾别墅区的别墅，你随便选一套。说完就开门走了出去。来到销售大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你身上。胡先生，这是您购买的别墅，算上山脚下500万起步的别墅，刚好20亿。此时的系统声音响起，恭喜宿主24小时内消费20亿元，获得强化点大礼包奖励。新的任务，24小时内消费30亿元，任务失败废除1币。你也算是明白了，这系统就是逼着你每天花钱，花不完还有惩罚，花完了就会越来越多。张雪穿好衣衫走了出来，胡先生，你确定要送我一套别墅吗？娇滴滴的声音问道。确定，喜欢哪一套你随便选。此时前女友还在死纠缠你，胡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女人。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，装作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王映红，是你提出分手的，把我骗得分文不剩，害我在垃圾桶捡瓶盖，我对你早就心灰意冷了。保安呢？还不将他拖出去？很快保安就冲了进来，将王映红硬生生的拽走了。此时7、8个销售把你当大爷一样伺候，你们都很不错，这里的别墅你们每个人都挑选一套。真的吗？一个销售最先反应过来，欣喜若狂，当然是真的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大约1个时辰，你签了剩下的购房合同，至此苏城海岸别墅区的别墅全部被你购买。此时张雪走过来，娇滴滴的说道，胡先生，我们老板打来电话，说是想要见一见您，让您去繁星大酒店做客。繁星大酒店那可是苏城的地标建筑，苏城唯一的7星级大酒店，你直接拒绝？我不感兴趣，我还急着去花钱呢。听到这话，全场销售很是震惊。你见状好奇的问道，你们怎么都这副表情？刘一星没啥心机，直接道，胡先生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老板是苏城第1大美人黄星月？黄星月是你们老板，那可是国民女神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大美女一个面子吧，告诉她我立马就前往繁星大酒店。张雪点了点头，赶紧联系了黄星月。你准备离开，陡然想起来自己没车，你们谁有车送我去繁星大酒店呗？胡先生，我有。此时的销售们都纷纷响应，要不刘一星你带我去吧，毕竟你现在绝对称得上是销冠。刘一星惊叫出声来，怎么你不愿意？不，胡先生不是的，只是我骑的是电瓶车。刘一星不好意思道，电瓶车好啊，就你送我过去吧。然后一群美女销售亲自把你送到刘一星的电瓶车面前。刘一星脸色红彤彤的骑上去，羞涩的道，胡先生上车吧。你坐了上去，然后在其他销售羡慕的注视中，轻轻的搂着刘一星的腰肢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们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坐电瓶车也不坐他们的宝马了。突然被抱住的刘一星身躯猛烈一颤，感受到你没有更过分动作，才深吸一口气，骑车离开。繁星大酒店位于苏城市中心，但也是接近海湾别墅区的位置。即便如此，刘一星的小电驴带着一个人也没能顺利抵达目的地。于是乎，你和刘一星只能下来推着走。胡先生，要不你打个车去繁星大酒店，我自己推车找个地方充电。刘一星恭敬地说道。行了，你一个弱女子，让你推车我不是欺负你吗？这样你坐上去，我来推车。他很惊讶看着我，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？赶紧的，别耽搁我花钱的时间。刘一星苦苦一笑，还真就坐了上去，心想你是不是装的？一会就看得出来。你一路推着刘一星前进，没多
多久就遇到了一个下坡，你赶紧坐上电瓶车报警了，急速冲了下去。你想要刹车的时候，才发现刹不住，砰的一声，直接撞上了前面的一辆玛莎拉蒂。一个女车主猛地回头看过来，你们疯了是不是？这么大一条道，偏偏要撞我的车，我才买的新车呀！你挨了一顿劈头怒骂。等到对方给机会说话了，赶紧问道：美女，你这车多少钱？我买了。穷屌丝还学着富二代那一套，要买我的车是吧？500万你买吧。你拿出手机道：500万就500万。车主愣住了，看着你一身地摊货穿着，根本就不相信。你很喜欢装是吧？我看你怎么给我500万。说完就拿出了手机。附近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指指点点，大部分都说穷就算了，撞了人家豪车，应该道歉获得原谅了。当车主到账提示音响起，还在议论的人们惊呆了，500万真的就转账了。车主也是傻愣了，500万买他这车3辆都还有剩余啊！美女，车我买了，那辆电瓶车就送给你了。说完，你拉着刘一星就上了玛莎拉蒂，随后来到了繁星大酒店。你把钥匙丢给一星道：车子送给你了，走吧，去见见你们的大老板。吴先生，还是算了吧，大老板没说带上我，去了怕是会误会。说完不给我机会，上车就赶紧离开。你看着他走远的背影，随即转身走向繁星大酒店。站住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酒店2个服务员说道。一个叫黄星月的女人说是要请我在这里吃饭，你帮忙查一查。这位先生你就不要开玩笑了，黄星月小姐可是我们苏城第1大美女，所以你们还是赶紧查一查。你打断道：这位先生您稍等，我这就帮你联系。没一会小跑过来的服务员恭敬道：先生，黄星月小姐的确在繁星大酒店最豪华包间等您。你看向另外一个迎宾冷冷道：记住以后别狗眼看人低，不然你这份工作都保不住。前面一句话让这个迎宾脸色瞬间难看下来，后面一句话又让他紧张无比。先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好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计较。你一声冷哼走进了繁星大酒店，走进里面的富丽堂皇的装饰让人咂舌。你们这个酒店如果我要买下来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你忍不住好奇地问道。先生，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听说我们酒店的市值好像是380亿。很快来到了楼顶，你一眼看过去一个人都没有。黄星月还没到吗？你问道。胡先生，黄小姐说有事耽搁了，让你先随便娱乐，她很快就会到。听到这话，你点了点头，找了个地方坐下，吃着小点心等待着。半个时辰很快过去，黄小姐她还没来吗？你有些不耐烦地问道。你暴脾气上来了，起身就走。胡先生，你这是？黄小姐应该很快就到了，你告诉黄星月，以后要是没时间就别约我，耽搁老子花钱的时间。说完，你气冲冲地离开了。这个迎宾因为你的话震惊得目瞪口呆。女人永远都只会影响男人花钱的速度，得找个地方爽快地花钱。刚走没多久，一个身材高挑、堪称完美的大美人，在2个保镖的护送下来到了繁星大酒店。经理亲自在大门口等待着，看到这个大美女，赶紧迎接了上去。黄小姐，非常抱歉，你要接待的胡先生在等待了你1个时辰后愤怒地离开了。他还说，听到这话，黄星月一愣，一直以来他主动约见的人少之又少，无一不是耐心又激动地等待他到来。他还说了什么？黄星月问道。胡先生还说，如果您没空，就不要耽搁他花钱的时间。耽搁他花钱的时间，你确定不是在说反话？黄小姐，这是胡先生亲口说的，我绝对没有说反话。胡先生走的时候还说要找个地方爽快地花钱。黄星月顿时就对你起了好奇心，查一查这个胡鑫在哪里。大约5分钟，保镖跑过来说道，老板查到了，这个胡鑫就在不远处的国际大品牌商场里，走过去看看。国际大品牌商场里，你的目的就是购买贵的吓人的那种衣服，结果进去几家，不是被嫌弃为乞丐，就是衣服太便宜。你继续走向下一家。对不起先生，贵族服装店的规矩，没有100万以上的款项不得进入消费。你也是被震惊到了，还有这样的规矩？是的先生，所以您想要进去消费，请提供你的100万金额证明。销售还算客气，你拿出银行卡递过去，自己查。好的先生，您稍等。销售直接当众查余额。先生请输入密码，密码123456。你直接说道。听到这话，销售眼中闪过一道敌意神色。这种人他遇到的多了，通常这种人就算有100万，也绝对不是什么真正的有钱人。可是当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他震惊的目瞪口呆。一旁的同伴好奇的看过去，看到那一个3后面一串没有小数点的0的时候，也是目瞪口呆。9个0 30亿。那个销售惊叫出声来。听到30亿，周围很多路人都惊讶的看了过去。能够随意拿出那么多钱的人，绝对不会是普通人。黄星月很惊讶，算上今天在他别墅区消费的，这家伙身上的身价已经50多亿了。怎么样，我有资格进去消费吗？销售双手奉上银行卡，恭恭敬敬的把你迎接了进去。先生，你想要购买什么款式的服装呢？销售热情无比的递上一杯热茶问道。最贵的就行，记住我只要贵。先生，这套西装是我们这里的王牌产品，由最顶尖的服装大师。你不耐烦道，直接说价钱，记住了，别耽搁我花钱。店里的人都被你的话震惊到了。先生，这套西装全套需要3800万元，这么好的西装才3800万，你有些不满，给我搭配最好的，哪怕是一双袜子，我都要最顶级的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就要最顶级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以及肯定，就按照30亿的标准给我搭配。全场哗然，震撼至极。一套20亿的衣服，那是什么配置？销售的脸都吓得苍白了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最顶尖配置，算下来也不超过5000万了。你这30亿的配置实在是……这时经理走了出来，热情无比道：这位先生，我是贵族服装店的经理吴浩，您的要求我也听到了，我们的确有一套价值连城的服装，不过不在苏城，需要从其他城市调过来。别废话，说价格。你极其的不耐烦了。经理赶忙说道：先生，这套服装价值3个亿，3个亿还不错，给我来9套。你满意的说道。经理麻木了，要不是知道你有30亿，都怀疑你是故意来捣乱的。胡先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怎么，我看起来很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拿到？胡先生，这种衣服华国只有1套，您要9套的话，需要从其他国家调来，不过华国这一套3天就能到货。
那行，赶紧的刷卡。全场震撼至极。先生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，或者询问一下你的家人。经理深吸一口气劝道：“我说刷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的任务就是花钱，就是把所有的钱花完。快点，别婆婆妈妈的，你耽搁我花钱，让我很不爽。”经理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好，先生，不过剩余的衣服需要最少半个月才能到货，有点慢啊。系统任务是24小时花完30亿。对了，不是还剩下2亿吗？要不我连这个店也一起买了。先生，这需要我们老板同意才行。卖给他。”一道无比动听的声音传来，所有人都看了过去。天啊，是我们苏城第一大美女黄星月。她说卖给他，难道这家店也是她的？近在咫尺的看着梦中女神，你的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黄星月朝你走了过来，胡先生，听说我请你吃饭，还耽搁你花钱了，不知道你还有多少钱要花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眼前一亮，真的？那火热的目光让黄星月皱起了眉头，有些没底，犹豫一会道：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先把这家店的合同走完，20亿我直接付款给你，还是刷卡？你激动道：刷卡吧。你将卡丢给经理，赶紧的收款，准备合同。吴昊不敢耽搁，最快速度去准备合同。你则选择了一套不错的休闲西装去换上，没一会从更衣间走出来，看的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你换了一套几百万的衣衫之后，整个人的气质就出来了。帅气的外表看得黄星月都是眼神一亮。大约40分钟，经理吴昊准备好合同到来。吴先生，不，老板，签字按手印之后，贵族服装店就是您的了。你拿过合同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签字画押。这时系统声音响起：24小时内完成消费20亿元的任务，获得强化点奖励大礼包。新的任务：24小时内完成消费50亿，任务失败废除1币，任务完成奖励神秘大礼包。